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24日下午的16点35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眼外围市场表现啊。昨天美股出现了一个反弹，这个反弹呢是我在多堂课当中讲到了啊，美股因为周线级别抵到了120日均线啊，120周均线这个位置上之后呢，这个支撑是有效的，所以呢，它在这个位置附近啊，在31000点附近啊，反复出现了插针和反弹。但这个反弹呢，整个市场都存在一个怀疑的态度，包括今天 A 股市场在接近60周均线之后啊，60日均线之后发生了回落啊。比特币呢，昨天在美股上行的同时也出现了回落，证明这个市场整个这个金融市场出现了分歧啊。那我们知道啊，道琼斯工业指数、上证指数和比特币是金融市场一根绳上的几根蚂蚱啊，也可以理解为一根绳上的几个绳结，那一个绳结动呢，其他绳结会跟着啊，跟随效应啊，跟着动。那现在出现了不同步啊，也就是异步的现象。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市场呢？首先我们回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啊，它的这个反弹我认为是成功的反弹，并且呢在今天晚上可能会出现继续的上行动作。虽然今天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也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盘前合约出现了275点的回落，但我认为道琼斯指数这个反弹会有一定的延续啊。我认为在日线级别上，道琼斯工业指数会反弹到20日均线附近，然后再出现下行。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认为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出现周线级别下跌。这个下跌呢，证明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在美国不断加息的前提下，出现了一个熊市的特征。在这个熊市过程当中呢，道琼斯工业指数有退2进1的这一个节奏。所以呢，我认为在反弹之后，道指还容易出现继续的下行。同时呢，比特币这个位置上，我们看比特币4小时上的结构啊，比特币在4小时结构上依然处在我们肉眼可见的4小时级别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这样的一个收敛过程当中。同时呢，在这轮行情当中，我认为4小时级别正处在一个八界阳线的势力范围。我们认为前面这一组 K 线是悟空阳线组，那这一根 K 线呢是八界阳线。八界阳线后面的所有的震荡都是围绕八界阳线的势力范围进行的，并且形成了一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不被完全跌破的情况下，我认为整个比特币数字货币市场还有做4小时级别反弹的可能性。因为这轮行情我们观察到比特币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确定性的周线级别的下跌。周线级别的下跌呢，是由标志性的阴线，也叫悟空阴线，4月4日这周标志性阴线悟空阴线，然后是八界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构成的。整轮周线级别下跌修完成之后，我认为在不出现新低的前提下，是有可能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反弹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呢一直存在，随着行情10天以来10个交易日以来的震荡，这个行情反弹的可能性越来越笃定越来越确定越来越确定。那目前呢，比特币处在4小时级别反弹八界阳线的这个位置上并形成了一个收敛动作。只要今天晚上美股能出现继续的反弹就是这个反弹它有日线级别的持续性我认为比特币容易反弹到33000点附近容易反弹到这里。同时呢，我认为在这轮行情当中，在比特币已经出现周线级别下跌西游趋势的这种情况下
周线级别下跌趋势这种情况下，比特币的熊市已经开启。那在上一轮行情当中我们看上一轮行情，比特币从19891接近2万点跌到了6000多点。那这轮第一阶段的下跌呢，形成了一个平台的整理期。这轮的下跌呢，跌幅达到70%我们看图听我的课一定要看图我在说什么你要听并且要看图。我们看到了上轮行情比特币第一阶段的下跌低点是在70%附近。那这个位置呢，从这一轮行情高点接近7万美金，如果下跌70%的话，下跌的目标点位是在2万美金虽然当前行情我认为容易出现4小时到日线级别的反弹。这个反弹呢，是根据我们周线下跌根据我们 K 线稀有战法里面时间切换、方向切换的理论来的。也就是说，周线级别下跌之后，容易出现4小时到日线级别的反弹，这个规律来的。但是呢，比特币仍然有很大的下跌空间。这个空间呢，目前我们看当前点位是3万美金。打到2万美金的话，也就是说从高点6万9打到2万美金打到2万美金是跌了70%。那现在点位是3万美金，到2万美金还有30%的下跌空间。也就是说，这轮熊市比特币第一阶段的目标点位是在2万美金，目前点位距离2万美金还有30%的下跌空间，但是它的反弹空间是有限的。我们知道它是有限的，如果能够发生4小时级别的反弹，它的反弹空间是10%，也就是在当前3万美金的基础上反弹10%，到达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就在33000美金这里33000美金附近。这个是我很多堂课当中提到的前面波谷连线从去年1月份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之前是支撑，跌破之后呢，构成行情当中的压力在33000美金这里。如果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目标位就是这里如果反弹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上升到日线级别，那么反弹的目标位是35000美金这两个位置和33000美金、35000美金这个区间上，是我们布局空头的一个点位是一个位置。行情呢？只有3个东西，一个是趋势，趋势目前是周线级别下跌稀有如果出现反弹，我们布局空单的位置呢是在33000美金我们了解了行情当中趋势是下行的，反弹不构成反转反弹只是为了给下一步下跌提供更好的空间给空头。给我们作为空头方向提供更好的点位所以呢，在这轮行情当中，我认为当前时间阶段根据 K 线稀有理论，有这个周线级别向4小时级别向日线级别反弹发生的需求。但是呢，我更多的建议在这轮行情当中布局空单，因为我们第一阶段比特币熊市当中第一阶段的目标点位是在2万美金。同时呢，第一阶段点位到达之后，比特币如果在震荡后面几个月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一个以2万美金做的平台，那这个平台还是容易跌破的。下一个目标点位呢，我认为是比特币能够跌80%，从最高点接近7万美金跌到14000美金。所以呢，下跌的空间还是非常多的非常多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反弹构成了我们布局空单一个好的点位我一直是这样理解的。我认为在行情当中在所有的电子盘 K 线市场当中，只有顺势而为，才能在这个行情当中获得最多的利润。那以太坊这里同步比特币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横盘震荡，同时呢，我认为以太坊这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还没有走完，和比特币类似的是，以太坊4小时级别呢出现了一个8界位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连续的震荡，所有的震荡呢，我认为都是围绕8界阳线也就是5月13日这根4小时级别阳线的一个妖怪 K 线妖怪 K 线呢又叫干扰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反弹行情的一个主要判断。在这个8界阳线没有被完全杀死之前，我认为行情还有做4小时级别反弹的需求。同时呢，4小时级别的反弹目标位，我认为是
在以太坊这里啊，是在$2300附近，$2300附近呢是日线级别前面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一个压力位啊。再往上的一个压力位呢是非常重要的$2600，$2600呢是整轮行情，整轮从去年3月份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构成的压力。那我们在这里就非常清晰明确了，以太坊反弹的目标位是在2300到2600这个区间上啊。同时呢，这个区间呢也是我们布局空单的一个主要的范围啊，目前呢，以太坊伴随比特币啊非常弱势，呈现了一个震荡的行情。这个震荡呢已经接近焦点了。我们认为行情当中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是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同时呢，我认为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反弹很快要出现啊，因为毕竟这两个主流货币同时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大时间级别的下跌啊。切换时间级别之后啊，跨两个时间级别，第一个时间级别呢是日线级别，第二个时间级别呢是4小时级别。那我认为无论是多头还是空头，多头是由多头生发出来的，也就是说日线级别的反弹是由4小时级别的反弹生发出来的。但是这里呢，我仍然没有看到以太坊出现一个4小时级别以上的反弹。那这里呢，行情正在震荡，正在做这个收敛动作，所以呢，我判断有这个可能性，在今天美股再次出现反弹之后啊，比特币和以太坊出现一个同步的上涨。同时呢，我们观察到昨天美股出现上涨这个时间点啊，美股出现上涨的时候，比特币没有出现上行，但我认为这个行情会出现很多异步同步的这种趋势。那什么叫异步同步呢？就类似你拉一个小车，拉你家孩子，用绳牵着，你走一步呢，你的这个车没有动因为绳子跟着你走了一小段之后，后面孩子坐的这个小车才会跟着动但当你停止的时候你后面跟着的这个小车还会跟一步，因为惯性跟着一步这呢就叫异步同步就是美股先行动作然后呢，比特币虽然出现了回调出现了回落，但是呢，比特币有这个异步跟随的效应，只要美股再度上行它的这个反弹的趋势得以延续，那么比特币和以太坊就有这个跟随效应它是异步同步一定要理解这一点要有耐心在当前横盘震荡没有跌破趋势的情况下，要更多的耐心保持住自己对行情的理解控制住自己的仓位，同时呢，顺势而为，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不断布局空单，因为整轮熊市还没有结束，下面呢还有很多的下跌空间等待我们去获利。山寨币这头我简单说一下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多的分化首先是 People 这个代币在出现了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有了一轮回落。那这轮回落呢，我认为它是在完成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这轮是小时线级别的调整，在完成收敛动作之后呢，它还有可能做日线级别的反弹。目前它在日线级别的反弹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沙僧位的这个结构，我们认为沙僧位多震荡所以这里呢出现了很多的震荡。震荡结束之后，我认为还有一根唐僧阳线等待这个我们去获利。所以呢 People 这个代币在目前强势的情况下还有机会。同时呢，像 JAL、GMT 这种，我们看到了它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收敛动作。这个收敛动作呢，是它完成了4小时级别反弹的进行的一个收敛。同时呢，我认为如果比特币和以太坊出现日线级别的上涨如果比特币和以太坊更正一下，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的话，那么 GMT、JAL 还有 People 容易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山寨币，特别是受资金关照多的山寨币像 GMT、JAL 还有 People 这种受资金关照的山寨币，我认为会领涨于比特币它们容易出现日线级别的上涨在日线级别上涨的同时，那主流货币比特币和以太坊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的小一个时间级别的反弹
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他们两种虚拟货币山寨和比特币反弹的时间级别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反弹的强度也会不一样我更多的认为，只要比特币的稳定比特币能够出现一定时间级别的反弹那么山寨币的行情在5月底6月初的这个时间点还是会有行情的。当然了，入场这些山寨一定要在现货行情当中入场因为它在这个合约当中波动特别大同时呢，入场之后一定要设置一个止损位无论行情怎么样波动，一定要设置一个在波谷位置往下一点的位置上设置一个止损，这样呢，你才不会在行情当中受到损失的同时获得更多的利润在行情当中呢，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不伤害别人，也不要伤害自己这是在你生活当中也需要去做到的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要伤害自己。那怎么样做到呢？无论你是现货还是合约一定要设置好止损。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